大家好，我係中環11少。金手指呃咗你幾耐？坊間啲 KOL、YouTuber 講佳寧案，講到口水都乾，但有冇人真正話你知成個神話嘅起點？陳松青用嚟買第一隻殼嘅價錢究竟有幾癲？個答案可能顛覆你對香港金融史嘅所有認知。老實講，自從電影上畫差唔多2年，關於佳寧嘅內容已經俾人講到爛，大家嘅共識好似都係一樣嘅。陳松青係一個財技高手，靠炒高金門大廈，即係現時嘅美國銀行大廈，一戰成名，然後用財技同概念將股價舞高弄低，最終爆煲。當時連後來因亞洲資源案被判刑嘅詹培忠都出嚟接受訪問，證實咗唔少合作細節。聽落成件事好似已經塵埃落定，冇乜好再深究。但你覺唔覺得呢個故事好似砌圖咁，爭咗最關鍵嘅第一塊，就係佢第一桶金用嚟買入場券嗰筆錢到底係點嚟？同埋張入場券，佢究竟用咗幾多錢買？呢個先係拆解成個局嘅關鍵。我哋今日就由第一性原理出發，唔講啲虛無縹緲嘅財技，我哋就計一條數，一條關於佳寧點樣買入佢第一間上市公司美漢企業嘅數。坊間嘅人，包括好多所謂專家，一係就忽略呢點，一係就一知半解，攞住啲二手料以訛傳訛。佢哋冇花時間去翻查當年嘅報紙，冇去對比當年嘅交易通告，所以佢哋睇唔到魔鬼，其實就藏喺呢個買殼嘅細節入邊。你準備好未？呢個魔鬼細節先係成個佳寧神話真正嘅起點。要明白呢單雕有幾屈機，我哋要翻去1979年。當時嘅上市公司美漢企業係喺1973年3月股市狂潮，從生產鐘錶及收購京華銀行嘅寶光實業分拆出嚟嘅地產公司，大股東係王子明家族，而詹培忠當時就係幫皇家打理股票買賣嘅經紀，所以當陳松青想買美漢直殼，自然就透過呢條線接觸到。喺佢哋正式傾買殼之前，陳松青先做咗2單熱身交易，目的好簡單，就係要 show quality， 話俾皇家聽，我有嘅就係錢。第一單，佳寧用2860萬買入清水灣16座複式別墅，每座尺價179萬，創咗當時個區嘅樓價紀錄。第二單就更誇張，佢用2億6880萬買入尖沙咀嘅京華銀行大廈，即係佢哋同詹培忠第一次見面嗰度，係以當時95000平方尺樓面計，每尺價係2821蚊，又係刷新當時嘅區內紀錄。有傳聞話當時寶光內部自己有傾，有人話值每尺1500蚊，有人話1800蚊。嘈緊嗰陣，陳松青已經一個價撲埋嚟2億6800，結果皆大歡喜，丟燈。你睇呢個時候，佢根本唔係同你講價，佢係用錢嚟話俾你聽，規矩由我定。好啦，熱身完畢，戲肉嚟啦。1979年12月29日，佳寧正式提出收購美漢企業。喺停牌前，美漢股價已經由1個月前嘅1蚊5毫半炒到上3蚊8。點知陳松青一出手就係每股6蚊，比停牌前嘅高出接近58%，市場當堂嚇到傻咗。你諗下，你手頭上有隻股票1個月升咗倍幾，已經好開心，點知突然有人用一個再高60%嘅價錢同你買，你話癲唔癲？我哋計得仔細啲。當時寶光實業持有8120萬股美漢，用每股6蚊收購，總作價係4億8720萬。計及美漢當時總發行股本，成間公司嘅市值就係9億2300萬。哇，9億幾買一間二線地產公司，喺1979年，呢個係一個天文數字。但係故事未完，因為呢個唔係最終嘅殼價。喺交易過程入邊，寶光實業用咗9050萬向佳寧買翻自己2項物業，包括太子道嘅寶光中心現址同埋荃灣嘅1塊地，所以寶光實際套現金額係3億9670萬，再加攞翻2棟樓。咁佳寧用天價買翻嚟嘅美漢企業入邊仲有啲乜嘢資產呢？主要有4樣：屯門工業中心51%股權，九龍塘美街大廈、葵涌葵英大廈，係同埋位於新蒲崗大有街31號，後來重建成善美工業大廈嘅國際眼鏡工業大廈。最神奇嘅事發生啦！買殼後短短1年內，佳寧就將美街大廈同葵英大廈賣咗出去，總共套現超過1億0500萬。扣除呢啲賣樓套現，再扣翻寶光買翻樓嘅數，再計埋剩低2項資產同負債大致相抵，我哋可以計到一條驚人嘅數，
佳寧為咗美漢企業呢個上市地位，付出嘅純學價大約係4億3200萬。4億3200萬買一隻殼，喺1979年呢個概念係點？我話你知，去到80年代中期，一隻殼嘅價錢大概係600萬到2000萬。佳寧出嘅價係當時市價嘅20倍，甚至70倍。再具體啲，後來佳寧用9億9800萬買金門大廈技驚4座，但係其實佢當日買殼嘅錢已經夠買半座金門大廈。你明唔明個重點？佢唔係贏在之後炒金門大廈，佢喺入場嗰一刻已經用一個冇人跟得起嘅價錢話俾全香港聽，佢玩嘅遊戲同你哋唔一樣。呢個唔係財技，呢個係赤裸裸嘅資本暴力。所以唔好再講咩一戰成名啦。詹培忠後嚟獲寶光贈送經紀牌，負責佳寧置業嘅股票買賣，將股價炒高幾十倍，呢啲都係後話。真正嘅第一戰就係呢單買殼交易。陳松青唔係一個精明嘅炒家，佢一開始就扮演一個神秘嘅資本巨魔。佢唔需要同你計較1、2成嘅差價，佢用絕對嘅資金優勢去碾壓市場上所有人嘅想象力。當所有人都仲喺度用計數機計緊層樓值幾多錢嘅時候，佢已經用緊支票簿去改寫緊價值嘅定義。呢個故事教識我哋啲乜？就係當你睇一間公司嘅操作，見到佢用一個唔合常理嘅高價去做一單收購，好多人會笑佢傻，笑佢計錯數。但你有冇諗過，可能人哋根本唔係同你計緊同一條數，人哋計緊嘅係點樣用錢去買影響力、買時間、買一個冇人可以挑戰嘅市場地位。呢種用本傷人嘅玩法喺香港呢個資本市場，由佳寧嘅時代到今日，其實從來都冇變過，只係個主角換咗，手法包裝得更加亮麗。你以為睇套金手指就明晒啊？少年，你太年輕啦！真正嘅玩家從來都唔會將佢哋嘅底牌放上台面，而呢張4億幾嘅入場券就係陳松青當年冇話俾你聽嘅第一張，亦係最重要嘅一張底牌。信不信由你，反正我信咗。下一集我不如講講關於佳寧金門大廈買賣嘅故事，以及佳寧嘅升幅有幾大。我相信呢個答案係會顛覆大家嘅認知，可以先話俾大家聽。一般嘅講法，升幅16倍係錯嘅，希望大家繼續留意我哋嘅節目，了解當中嘅真相。如果對我哋嘅財經故事及深入分析有興趣，記得訂閱我哋嘅中環11少，仲要撳埋個鐘仔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最新內容。如果想睇更深入嘅文章，記得訂閱我哋嘅 Patreon，至於詳細資料都喺下邊 info box 度。下集再見。